好，明明刚刚在3:03的时候哦，其实中国大陆他们也发布了说他们的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发射成功这样的一个消息哦，在他们的央视的微博官方微博这边发布。那他们是讲说在西昌的卫星发射中心哦，用长征2号然后来运载火箭，成功把爱因斯坦的卫星发射升空哦。但是在台湾，我们现在这边哦，已经连新闻台都开始疯狂跑马，因为呢，陈建仁在刚刚被询的时候讲说中国发射飞弹，所以搞得现在全台湾都很紧张，说中国发射了飞弹。选前倒数4天，这样子刻意这样子有这种落差般的消息，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节有谈到，我们看到那个讯息的第一时间是看到中文是写卫星，但是英文写的是 missile， 写的是飞弹。所以刚刚也有一个消息是说，这个蔡英文今天也在南部哦跟里长拜会的时候呢，那这个里长拜会，他也讲说啊，这个没关系，总统在这里，大家不要怕那种感觉哦。为什么要引导成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但这也反映出来这个中美之间哦，他们现在在太空上面的一些较劲哦跟竞争。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中国大陆哦，其实习近平也是大动作在这个反贪腐打贪哦，展现一些决心。央视这边他也有播放出来他们年度的反腐大片哦，说持续发力，然后纵深推进，总共有4集，在6号晚间播出了第1集。那其实辽宁省也连续3任的公安厅长，20年间总共收贿了人民币12亿元，甚至他们这一个反腐片里面哦，足球落马高官将出境来忏悔哦，就说要向全国的球迷来忏悔。在预告片当中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画面被大家给截取出来。习近平现在特别点名了金融、国企、能源这几个领域，就说要打贪腐哦。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看看，就有彭博社特别又要开始做一些很奇妙的报道，比方说他讲啊，他说这个因为后勤的保障不足哦，当年曾经用飞行燃料烧火锅。这感觉上面好像很像郭文贵哦，就是民运人士哦，就会在美国一些外国的媒体哦讲一些这种很奇怪的话，这样的一个言论，其实在台湾是被年轻人给吐槽哦。我们在 PTT 上面讲说，哈，火箭的固态燃料真的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吗？可以拿来煮火锅吗？那人家在那边讲说，拜托，这个燃点哦，都恐怕把锅子都烧破了，甚至还讲说不会用瓦斯炉吗？要是把这个火箭燃料拿去卖，可以换来瓦斯罐哦，大概可以吃一辈子的火锅。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操作哦，现在这种从外销转内销这样子的操作，已经让大家看不下去了。就仿佛我们刚刚看到了这种火箭或者飞弹，就是明明是卫星讲成飞弹的方式，也是一种好像境外势力的操作那种感受，让大家觉得说，哇，原来中国大陆又来介选，又要来威吓我们嘛？到底用意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呢？我刚刚看一下我们这个国防部发布的新闻啊，它真的是考验我们的常识啊，稍微要点知识啊。他说该火箭啊，前面是说用发射中心执行某型运载火箭搭载卫星发射任务那么该火箭高度位于大气层外，你知道大气层有多高？通常一般是500到600公里以外，对。他说，经过该火箭飞行路径，经过我西南空域上空，对，500到600公里以外那另外回过头来，你看中国大陆他们的新闻比他这个还清楚啊。对，大陆的这个他的央视的新闻怎么写？我们这边也有。对，央视新闻写得非常清楚啊。他讲说他连这个怎么讲呢？他连型号都讲了。他是这个什么火箭呢？他这个火箭是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爱因斯坦探针卫星发射升空。探针卫星是干什么？它是捕捉在外太空的一些什么样？更多短暂高能战线源和瞬间即逝的未知现象。那不是为了武器啊，它是为了太空探测用的嘛。对，那很清楚了。而且大陆发布的新闻，事实上比我们还早啊，比我们发射的还早啊。所以
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到底这个国防部发这个新闻到底在干嘛？所以介老师，我们想问因为我们刚刚还有讲到一个很扯的东西，就是说，他们竟然还可以拿火箭的固态燃料来煮火锅，而且是彭博社发布这样的消息。现在这反映出来，这个中美之间的外太空的竞争，已经必须得要用消息面来竞争。这个基本上你要稍微一点火箭常识，你就知道了。他说啊，里面的液态燃料是灌水，对不对？又说拿固态燃料来烧火锅。现在中国大陆到底火箭装的是固态燃料还是液态燃料？据我所知，都已经改成固态燃料了。液态燃料是比较旧型的，所以还有什么液态燃料装水？东风41、东风23，基本上他们都是固态燃料，因为液态燃料你要发射之前才要装罐，有时候要30分钟，这都是非常老旧的这种火箭的模式啦。所以你又说大陆的火箭是装液态燃料，可是人家拿出来火箭的燃料又是固态燃料，这两者不是矛盾吗？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尤其俄乌战争发生以后我觉得这些西方媒体自曝其短，很多真的就是说不是道听途说其实不是自己制造出来，要不然也道听途说，不加查证，就把它这样当作宣传在国际上。那我是觉得大陆事实上打贪的话，这一点的决心我就应该觉得让民进党觉得很汗颜。对，民进党所有的贪腐案件，它都是狡辩。对不对？所有滥用职权、贪腐案件都是狡辩，都是赖皮到底。对，赖清德的赖皮寮就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对，那大陆呢？大陆打贪有上限吗？对不对？哪一个社会都有贪腐，可是要看你的政府有没有去杜绝这种贪腐，把贪腐的人绳之于法的决心。这一点，我觉得民进党就应该要好好的学习。好，永平姐想要先补充是不是？对，我必须说，这个怪事年年有不过可能没有今天多。那个就在我们热切的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已经接到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在1分钟前民进党的脸书发表了我觉得他们大概知道他们这次国防部糗大了。民进党的脸书说什么呢？他说中国飞弹进入大气层。大气层并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空，我国预警雷达判断不会对领土造成威胁。这是1分钟前民进党的这个脸书，而民进党的脸书呢，他还特别做了这个图他呢就是解释刚才介大使讲的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因为你是发射卫星嘛，火箭嘛，到大气层嘛，到很高空嘛，500-600公里嘛，那个不属于谁的领空嘛。那民进党为何在行政院长在面对立法委员煞有介事的说，你看飞弹来了我们大家的威胁每天都存在了。然后呢，大家刚才这个全部的人，连我们录这个节目 live 播出都受到冲击这个时刻，然后大家就在嘲笑说几个英文字都不清楚，讯息都不明白的时候，民进党自己承认他们搞错了呀。我补充一下对不对？当时这个国防部大陆军演的时候飞弹飞越台湾领空上空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报道，因为日本报道以后，你知道国防部怎么讲？国防部就是用他刚刚讲法，因为它是进入大气层的。是大气层不属于领空。据说刚刚那个是这个民进党，他们是用当年的一个图片再次说明时间关系，我们给一下翁老师。我觉得还是一样，刚刚永明姐分享的，民进党讲的是中国飞弹，还是在飞弹？我觉得飞弹这个摆明了不是飞弹嘛，就是说现在就是火箭搭载卫星，但是要凸显的就是说中国的威胁时时都在。行政院长从上到下要凸显中国威胁时时都在。那中国威胁时时都在，所以要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台湾人要强化起来，要一起团结起来来抗中。那我们就说，民进党现在选战打到现在呢，讲的不管是中共介选也好，或者是战争和平，其实他们的论述一直都是很矛盾的，就是在这一次他们在操作中国议题上面没有一个核心思想，所以有的时候想要很强力的抗中，但是有的时候又要拉回来强调说和平跟战争靠选民进党才会是和平的。所以这一点其实为什么这一次包括外国的评论也在讲说，中国因素在这一次民进党看起来很难操作，因为第一百姓已经厌倦了，百姓也觉得说什么事情都跟中国有关，那我们是傻瓜吗？我们难道看不出来吗？再来是民进党自己的说法都是前后矛盾的，又说要抗中，
中，后来要和平，然后再来就说国民党讲的和平跟战争不存在，可是现在又要操作这个所谓的中国飞弹威胁时时都在，那你到底希望你的支持者相信什么，或者希望台湾的百姓相信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讲选举，有时候看台湾的选举，太长时间都在讲说中国威胁，中国威胁，回归到正常的，民进党到底除了中国威胁之外，还有什么牌，还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我想这是民进党自己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其实在这个美国不断在传出一些什么中国大陆这种不利消息的时候啊，就是其实习近平是默默在做这种反贪腐的事情啊。这个翁老师怎么看？美国事实上刚刚讲到彭博社这些分享，我们必须说美国现在反中的氛围很强，所以包括了主流媒体在报道相关中国新闻的时候，都会把这种很显然不是应该把它放上台面的新闻，把它当成一件大事来报道。当然，这跟整个的观众是有关系的，媒体还是考虑到整个乐听人他的群众，但是它也反映出来现在的中美之间的冲突，在一般的美国民众心中，对于中国、对于亚洲事务太不了解，所以它就反映出了现在的这个美国真实的情况。我们在台湾如果全部都要跟着美国走的话，基本上美国走偏了，我们也会走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讲说，当中美关系这么紧张的时候，台湾自己一定要站好自己，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到底在干嘛。台湾现在的问题是贴着美国，其实自己的声音就不见了，而且自己的利益也不见了，这是民进党可能会带来台湾最大灾害的地方。我只讲一句话，我觉得翁老师他刚刚从美国回来，他很客观的说明了，说台湾要有自主性的民进党，其实所有的处理两岸的问题、美中台的问题，全部主动的放弃了台湾的自主性。是，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今天台湾最大的悲哀。那大家也不要忘了，现在荒腔走板的今天发生这个事件呢，现在就是主政民进党要负最大的责任。所以永平姐觉得说，现在民进党已经等于说，所有的这些类似外媒的报道，变成他们外销转内销的这样一个消息来源。今天大家就已经可以看到了嘛，民进党左支右绌嘛。刚才我已经讲了，你弄大陆飞弹来袭恐吓民众的假新闻，它其实是飞弹，它其实是卫星载着火箭到大气层，那你马上又要更正的原因，就是我刚才已经讲了，因为他一预估这个事情如果发酵下去，一定对他的选情不利，所以他才马上又要拉回。那你既然又要拉回，那你当初就不要做这个可笑的事情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赖清德传出是不是有私生子这样的一个消息哦？这是这个社群媒体上面有深喉咙来爆料说，赖清德的私生子叫做赖廷某，那长期这个被寄养疏于管教，还参加赌博飙车。那这个谢龙介也有相对应的一些指控哦。据说这一位这个赖廷某呢，已经大概25岁左右了，但是现在赖的靳总是控告谢龙介还有邱毅影射，这个还甚至讲说，你这个样子要提告啊。那谢龙介是撂话，就是假庆本的弹力就说随时等候你来告啦，随时等候你来这个直球对决哦。那刚刚也有这个新闻台这边给我们一些新的消息哦，就是赖清德受访时候也有讲到，他说叫谢龙介没证据就闭嘴，还说他自己的私生活经得起检验哦。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这样的状况是这个他是反呛谢龙介，但是有一个猫腻在哪里呢？因为网络上也在讲这个事情哦。那网络上面通常如果有一些留言的话，民进党没在客气的查水表这个涉违法马上来伺候你。如果造谣的话，这次怎么没有说赖办要告网络呢？难道又是一种境外势力介选吗？又要开始扯这些了？那难道我们看到这个林传媒也有一个独家消息，会又是介选吗？他讲说这个立委林怡景遭报介入他人的家庭，这个是受害女子她的先生这个国中教师，他比起林怡景小了11岁左右林怡景介入这人家的婚姻大概已经长达了3年。那
本来这个对方这一位这个受害女子哦，也希望能够跟先生是不是虽然说分居哦，但是还存有一丝觉得有转折的余地哦。但是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后来还是两人是离婚了啦，所以林传媒就独家访问到了这个原配，她也证实林怡景还常常半夜打电话跟她的丈夫谈心哦，那更被有人直击到说公开场合两个人出双入对，3年来感情都没有断，所以逼的这个原配最后只好让步。那林怡景对于这样的指控啊，就说啊有心人士散播侮辱女性政治人物的假消息，目的就是为了要帮对手李全教助选哦。这种操作是向全台的女性宣战，感觉上面又是一种介选的手段吗？但是我们刚刚其实在刚刚上一节，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突然这个警报大作，国家级的警报告诉我们说，中国大陆还用中国，他不讲大陆，中国用这个发射卫星在3点04分的时候，已经飞越了南部的上空，请民众注意安全。如果发现不明物体的话，要通报警消人员来处理哦。但是中英文还不同哦，英文版是讲飞弹 missile。所以跟我们这边看到的卫星是不一样，难道又要释放什么样的一个讯号给国外吗？是不是又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又要讲说是中共介选嘛？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来对照一下赖清德讲到台独，他说没有宣布独立的必要。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宣布台独呢？那对比你看以前陈水扁，他很老实他就讲说国号改为台湾共和国，他是做不到的。那他们甚至也在那边批评说，马英九的任内其实荒废了国安。可是人家马英九在这些时候，我们来回顾看一下，浅见国造其实是在马英九的第二任期的任内所推动的那你怎么不讲呢？现在你们都在那边收割那还讲人家荒废国安，你自己又是如何呢？那我们讲到这个也忍不住要说你说到了国安，刚刚这个大鸣大放的在那边讲发射卫星的事情，可是上次围台军演的时候，东风飞弹真的是飞越我们台北上空你怎么不说？怎么没有发这个警报？现在选举倒数4天就要这样子哇！刚刚一次又一次这样子发了大概4回警报全台2300万人，那2300个门号基本估算好了哇！你这样子一次这样发个7、8千则这么有钱吗？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赖清德自己很自信就说只要他当选总统，会有助印太的创新局那这个奥巴马再任4年，川普4年，拜登现在3年，3届的美国总统15年都做不到，但是赖清德却可以有这样的自信。他说他当选之后中国还会检讨对台的政策，这么有自信，把自己讲得这么的伟大美国总统都没你伟大。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上面，赖清德好像也有点反反复复他一开始就讲说中国支持谁当选就是在选特首就像是香港一样。但是呢你看看港媒这边也讲说上海台办讲说赖清德上台其实会加快统一但是赖清德是不是不太晓得，现在其实中国大陆很多网友特别是武统派的网友是一直在觉得说应该要支持赖清德，他们是希望赶紧统一有武统派的是这样的一个主张，所以赖清德自己好像不太知道这个外面的状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赖清德也提到了，他说主张用对话来取代对抗。又要对话了，又要跟中国合作了，那你前面又在那边讲的说这样文攻武吓，你到底立场是什么？你可不可以自己先想清楚再说呢？我们先来问一下永平姐怎么看这个赖清德又传出了私生子，甚至刚刚还有这样的一个警报来让我们吓一跳。我先讲这个卫星还是这个飞弹的事情因为这个警报非常的奇怪它的中文呢是说这个在3点04分发射卫星飞越南部上空请民众注意安全。那大家都理解卫星是什么？卫星是没有攻击性的，对。可是呢，它的英文却说 missile。这个刚才我们主持人呢，他很认真的看因为我们大家都忙着在节目中发言，没有怎么仔细看内容。结果你很认真看，发现说他用的是 missile， 可是 missile 并不是卫星啊 ，missile 是飞弹呐。对啊，那飞弹飞越台湾的这个上空，那这个就是有攻击性了所以他这一则中英文不一致的警报讯息到底是要讲什么？这是第一个，非常的奇怪。那说真的，我们现在的政府常常
让人觉得蛮随便的啊。比如说他发布一个通知的时候呢，经常发现标题跟内容不符合，或者是说前言不对后语，或者是说发错了一个讯息又出来更正，或者像你现在这么警报，然后连续的警告了2、3则，可是中英文呢是不符合的。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不讲因为现在我相信国防部晚一点会出来说明到底是怎么个一回事情。可是呢，你包含你发射这个讯息，你的目的到底是何在？好，那退一万步来讲，因为他说如果是飞弹的话，那这种消息的掌握呢，绝对不是台湾掌握而已嘛。美国也有很多相关的这个情报单位啊，各方面啊，日本啊，对不对？那刚才主持人就问了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美国前国会议长裴洛西来台的时候，确实当时中国大陆的军演，是明确的有这个飞弹的飞越台湾的上空。可是台湾有没有发警报系统？没有。那一天我正在东部玩呢，对不对？然后我回来了以后，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就说原来我去东部快乐的玩耍的那一天呢，就发现飞弹飞越我们的上面，然后是谁告诉我们的？是日本人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我觉得民进党现在距离选举就是倒数这4天，还要玩弄这种手段，真的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讨厌。那说实在话，我必须说，你现在要打中共的文攻武吓牌，这一件事对你赖清德的选情到底好与坏，我要提醒你是双面刃哦。对，因为认为选了你会发生战争的人，会因为这样的情况更不敢选你。那并不会像民进党希望的说，哇，大陆的威胁来了，所以民众又要全部的傻傻的去捍卫，因为选择赖清德，战争是真的会发生。我刚刚看到有一个这个推播的消息就是刚刚陈建仁因为在立院被质询到一半嘛，然后就立刻有这样的警报发布，然后陈建仁看到讯息之后，直接对外说中国发射飞弹。所以他显然是直接看了下方的这个英文，或者是说他们刻意要只曝露半则讯息就是说中国发布了飞弹，在选前4天讲这样的讯息，是不是有点偏颇？是不是有想借选的？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我认为这个就是民进党串联那个国防部借选真的，那个中国大陆围台军演的时候不发布警告。对，那时候真正的飞弹从台湾头上飞过，现在人家设为人造卫星，对不对？说是飞弹经过，对，这个真的有点荒谬跟离谱。是误导大家，还是说这个是他计划中要特别这样子只讲英文版吗？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已经到了那个罗致政的程度了啦，就是说把台湾选民当傻瓜。我看所有我刚收到很多朋友传来都说，哇，民进党这个奥博又出来了，大家都知道他在玩什么。我觉得很多玩奥博的时候都被大家看出来的时候这个奥博就已经没用了啦。对，一看就是说，哇，你前一阵子就是要找机会找不出来，然后3颗气球飞越台海中线也拿来大做文章，对不对？然后现在又搞一个什么大陆发射人造卫星，也拿来经过台湾南部上空，人造卫星。事实上的话，说法一样，它那个是在天空上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的高度对，你说好啊，你说飞越台湾，反正我是觉得基本上把台湾老百姓把选民当傻瓜了，那让他们去浪费钱吧。这个我觉得这边再补充一个新的，这是刚刚这个微博上面也有这个消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卫星它是央视的军事，他讲说今天的3点05分，在西昌的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运载火箭，然后把这个卫星发射升空。然后其实他们去年就已经预告过这件事情了，但是现在在台湾把它操作成叫做这个飞弹飞过去了。对，这个，你知道那个
射人造卫星的这种火火箭箭也不是 missile 啊， Rocket 火箭是叫 rocket， 这好像在我们好像在教英文单字。对，我觉得很多专家会来讨论啦，这个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牵强。火箭它基本上不是平射，它是往天上射的。那说怎么会经过台湾南部哈？我就觉得这个哈，从西昌的话会经过台湾南部的话，西昌到南部，然后呢，这个是上空多少公里？是100公里呢，还是200公里呢？对，这个要国防部要讲清楚啦，要不然就是在借选啦。那其实我今天看了一下赖清德的国际记者会啊，我说还好，他现在只是候选人啊，他如果真的给他当选了哈。有关两岸关系、有关台海情势这样讲的话，哇，那一定立刻造成两岸紧张。然后呢，他讲的什么哈，中华民国台湾已是主权独立国家啊，这个法律基础在哪里啊？我们今天有一部宪法叫《中华民国台湾宪法》嘛，对不对？你就是中华民国嘛，那台湾国现在不成立啊，从法律上不存在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讲法的话，事实上就是他的台独思想的再一度哈，在全世界哈，在跟人家宣言。那我觉得他的讲法，你说他继承蔡英文的路线的话，事实上跟蔡英文的讲法差距非常大。蔡英文在用语上还是比他小心很多。那他这样讲的话，那么希望只是在为他选举啦。可是。可以看出来他的两岸关系的敏感度跟国际政治的敏感度啊，他真的是小学程度，甚至幼稚园程度。重点是对岸不会认为他只是选举语言，对岸很认真的在看待他的发言，所以如果一旦他选上了，他就会用他的发言来处理台湾问题啊。所以我说我们台湾幸运，他现在还是候选人啊，他真正给他选上，他再这样讲的话哈，那嘛立刻兵凶战危了。好，我们来问一下翁老师。其实还回到刚刚那个国家级的警报，其实乍看之下就会觉得问题很多。首先是刚刚永平姐有讲到的这个英文的用字的问题。你把几个英文正确的再跟大家说。真的，因为卫星是 satellite。搭载卫星的会是 rocket， 绝对不会是 missile。missile 就是武装的飞弹才叫 missile。missile 是没有办法卫星搭载，它是搭载那个 missile 绝对不会拿来飞行器嘛，对不对 ？missile 是绝对不会拿来搭载卫星的，上的啊。这是本来就是这样用的。然后刚刚我们其实看到的国家级警报，很显然的一开始是讲是中文嘛，中文上面写发射卫星，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行政院长会说是卫星，会说是飞弹呢？除非他在一般在看文字的时候，他是先看英文的。那如果说他是看英文的，那就很妙啦，因为这个 missile 就非常的严重了，所以他要这样子操作。我觉得其实陈建仁院长他自己是信天主的，有些事情真理是真理哦。我真的是希望政治人物在做很多的宣达的时候，政治意识形态有的时候会蒙蔽了你自己的良心，会非常可惜的。像这样的议题，明明大家会很紧张的，你要这样的操作，而且明明不是事实，因为卫星跟飞弹是差距非常非常大的。再者，我们说，其实在关于这个台湾的所谓的战争跟和平的问题，民进党一直告诉我们说没有战争跟和平的问题，但是现在感觉起来要操作这个很紧张的关系，似乎要回应的是赵少康先生所说的，他们希望说这个选前不要有这种紧张的局势，然后想要告诉你说，哎呀，这个国民党讲的北京没有在听啦，所以这个还是要这个回到赖清德才可以守护台湾，然后才可以真正的维持这个所谓的印太区域的和平。刚刚主持人也说到了，美国总统都做不到，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因为长期以来台湾 No.1 搞到大家都觉得台湾重要性是全世界都会听我们的话。这一点呢，台湾民众真的要看清楚，真的要想清楚，我们到底是不是像民进党所说的重要到全世界都应该听我们的？好，我把这个刚陈建仁的这个完整内容稍微讲一下哦。他是在接受质询的时候响起警报，然后看了简讯说中国发射飞弹，甚至还讲说中国的威胁时时都在哦。所以这到底想要传达什么样的讯号呢？为什么跟发射卫星差这么多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
大家好。还有德州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也是特别回来投票啊，所以很难得看到翁教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赖皮聊现在被这个网友改编呐，成了小木偶奇遇记哦。我们来看一下这改编的内容啊，就是用这个《囚鸟》这首歌曲来打脸赖清德。我们来听听。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无奈地看着你苦苦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真的是什么让你这样欺骗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 ChatGPT 说悲伤的心事，对来无计可施，买不起小房子，选票是唯一的奢侈。好，所以其实这样的影片人家讲说，哎呀，这改编的真贴切，而且唱功还不错所以他们就讲说，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希望，却慢慢的把绝望塞满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接下来真的是赖清德上任的话，会不会就是让我们活在这个水深火热当中无处可逃呢？那对比一下这个侯友宜也展现他这个年轻活力一面他新广告还唱 rap 来打这个赖清德老家争议就说赖皮聊赖到底你不及格的个性和诚信才是人民真正的恐惧甚至还有人做梗图说，赖清德违建的材料从哪来啊？人家讲说没有啊，就是皮诺丘这个鼻子不是说谎会变长吗？说谎之后把变长的鼻子锯掉之后就有材料啦，然后就在那边影片开头就是以这种赖皮聊赖到底作为开头，唱出民众对于赖清德老家争议的疑虑后续又批评说，明明是新的违建，却说同年已经住进去，那这平行时空嘛？那房屋税也没有缴过，却撒谎的这么轻易又说房屋要信托公益结果没有建照跟使用执照，说了等于没说呀。那这就是赖清德在赖皮嘛？所以这件事情是一直到现在选举倒数4天都还迟迟没有解决，还在赖皮当中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陈志小老师他就讲说，其实万里的坎角村在2007、2008年的时候，土地被政府标出去，居民就被新地主要求拆屋还地，当时赖清德却毫无作为。我们要来这样强调一下新地主还跟新潮流有关甚至以1坪1万元买到的地开价3万卖给居民。现在坎角村的现况是几乎全数已经迁出了。那当年这个万里中福里的这个北县议员唐有吉就讲说，在坎角仔村坎角村的居民被新地主要求拆屋还地的时候，当时在抗争，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赖清德，而且这个新地主得标之后不仅公告期限要居民迁移，甚至还找了7位律师来打官司2012年这个居民抗争无果，最后80几户居民全数迁走，还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就在万里。结果这个你不是一直拿这个其他万里的邻居说要来当挡箭牌吗？说你跟他们站在一起如果你被拆了，那其他人怎么办？原来其他人早就被拆掉了只是你都没有讲话而已再来这个新潮流小公主结果你看看她自己的选举看板，自称新潮流这样子，云豹小公主她自己写上去人家想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结果她很生气她说，这是民进党搞鬼国民党，国民党搞鬼然后呢，后来发现没有，是那个厂商自己把它打上去的连厂商都认可说，你就是这个云豹小公主。其实也不意外，她上次自己摔倒也说是这个媒体推的嘛，所以总是喜欢赖给别人果然姓赖。那再来呢，我们看看她现在还讲说，被曝这个廖家占有国有地，廖先祥就讲说先别把民众塞在路上因为他上次那个造势场合引发的民怨，现在变成了他洗不掉的一个标签甚至我们看看这个
网络上面还在那边讲说赖清德6号时候为赖品妤站台，然后向汐止人喊话说啊，汐止的进步跟发展要算我一份，然后结果下面大家都是回应这个嘛，就是啊塞车也算你一份，绿能算你一份，塞在路上算你一份，然后还说要投给国民党下架云豹小公主，所以我们看这个云豹小公主感觉起来好像真的不太懂得怎么样讲话。昨天我听到萧美琴讲说啊，这个赖品妤哦，就是年轻人的代表，年轻人个个100亿吗？没有哦，你看看哦，这一次洪申翰不是为了好像要来救这个，就讲说自己也有一些那个什么影片被变造嘛，他现在为了要救罗志正，所以有这样讲法，然后自己 po 了一篇脸书，结果赖品妤哦跑过来讲说罗志正你根本没钱，哈哈哈。结果人家讲说赖品妤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要让大家记得你很有钱，是不是啊？那真的没钱就不能够嫖吗？其实以前不是也有名嘴哦，温朗东也曾经去这个新竹三温暖买春，然后表示说没带钱，然后当时钱不够还借钱哦。那所以这跟有没有钱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柯文哲在台南的庙口开讲哦。那这个台南的杀警案的家属问 Face 柯文哲怎么回答呢？我们来这个听一听。是民国111年台南案殉职员警曹瑞姐的哥哥，面对这个林姓嫌犯强盗、夺枪、抢超商。这个犯罪行为为什么还有给他这么多人权？如果我来执政啊，要我就跟他讲说，我们现在只有2个选择，要么就执行死刑，要么就修改规定说终身监禁。对，所以感觉起来，这个柯文哲的讲法敢接受提问，但是好像也不太敢直接表态啊，就是讲说啊，这个政府不该立法又不执行哦，所以他也是用这个就法来说回答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亮哥就讲说赖清德的本命区哦，现在目前的选情移动10%恐怕就会翻盘哦。他说最后胜负取决于各阵营的投票率，第二就是柯文哲的票会不会流动，因为距离很接近，只要10%的移动，可能就会造成翻盘。那这个罗志正的迷片现在一直在讲介选，游盈隆讲了一句话，他说选民不是笨蛋啊，的确是如此哦。那我们先来问一下永平姐怎么看这个赖皮聊的事情还没止血？是那个囚鸟是我很喜欢的歌了啊，可是自从柯文哲因为他唱功实在不怎么样，很经常唱囚鸟以后，我就得了囚鸟恐惧症。但是呢，听到这个非常好听的女声啊，重新把这个囚鸟的歌词呢，很适度的改编哦，讲了赖皮聊以后，我这个囚鸟恐惧症的心情呢就被疗愈了，就被治愈了。我必须说那个歌曲。我很早就听到了啊，我是那个属于现在网络已经流传几10万次的那个可能前1万人吧啊，因为我上个礼拜在这个节目我就已经讲了这个歌曲，我觉得很有感哦。那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它就恢复很好听的这个女生的唱功。那我是真的觉得说，赖清德这次的选举哦，一直给人家觉得很多的难言之隐。就说为什么？一个违章建筑很容易拆掉就可以解决大问题的，你为什么要拖延到现在到最后，还要让这个囚鸟这样的歌曲呢，来变成你钉在额头上的一个我们也不好说耻辱柱吧，但是总是不好的一个印记嘛哈。那我觉得。他这次太多这种奇怪的事情了，譬如说他对中华民国定位的奇怪的表态，对中华民国宪法非常奇怪的这种鄙视啊，甚至是仇视。那这个如果你这么仇视中华民国宪法，那你前面几个月你从参选之初一直掩盖着，希望说他上任能够两岸和平，你岂不是功亏一篑吗？那更不要说高端的合约问题，因为今天立法院高端呢这个专案报告，赖清德你多没有面子，你12月30号跟全国人民宣布高端的合约要公布，结果你党主席耶，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不听你的耶，然后呢你党主席耶，你跟蔡英文要接棒换手这个开车如果你们不是想要这个像这个酸民哭手的翻车的话，那
蔡英文好歹要给你个面子啊，要告诉陈建仁说赖清德讲的您得可以走啊，没有啊，到今天还在抗拒啊，那就表示民进党的内部派系斗争还在斗啊。那你还在斗以后，大家就担心呢，你不是顺利的换手开车了你的这个在路上呢，你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因为你派系的内斗呢，你说不定会翻车啊？那更不要讲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还有这个有点无厘头的赖品妤呢，又来给你搞一个塞车在路上。这个事情我们也讨论过几次了。汐止的忠孝东路是汐止的最，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强调了的交通命脉。对它甚至没有台北市的这个忠孝东路那么宽它比较窄一点。然后呢，汐止的交通的路网，因为现在没有捷运捷运当时呢就是被这个中央还有柯文哲卡住，所以呢大家非常的痛苦，一直捷运呢没有办法通车，呢大家塞车已经够痛苦了。你汐止有很大的这个体育场可以办造势活动，我4年前选的时候，我就是选在那里啊，结果我就去了这个破3万人啊，那你为什么需要去封路呢？而且你封路，你弄得人上下班都不安，然后你再跟大家讲说这个你不是故意的，那人家就会觉得他如果第一次参选，大家还可能说你对喜记博现在了解，你已经当4年了。你连汐止交通是最大的痛这件事情都不能够感同身受，然后赖清德还去帮他背书，那你这个岂不是赖清德？你真的是被联合报的社论骂对了，你的所谓在路上就是塞车在路上，就是让台湾的国政完全没有办法推动。好，请教季老师。这个为什么赖皮寮的事情这个台湾的社会反应这么强烈因为这个充分反映这个赖清德撒谎腐败特权的一个本质啦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有一点意外，而且另外一个反映出来什么呢？就是说他的性格上的很大的缺陷，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敢去直接面对然后呢择恶固执到底，然后靠一个谎言加一个谎言，讲了10几个谎言，把这个整个故事变成他的谎言的一个整个这样一个大串联。那就是说，还有就是说态度的傲慢跟怎么样偏执执傲，这都不适合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将来一个小事情那被他处理的话，就会变成赖皮寮。本来就是说你是就跟于天讲得很清楚认为这张建筑就拆就好了，对，结果呢，他就把它搞成这么大的事，引起社会这么大的这个反感。那这件事情基本上可以说是赖清德人设崩盘、人格扫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件。那这里面其实民进党的我们知道也有很多在助选人就是说你不要一个公寮把所有的民进党的选情都赔下去对，那民进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去劝他，可是劝不动的。这里面当然什么原因有人说是风水的问题不管什么问题他就一意孤行到底啦。可是呢，我们发觉这里面的谎言，就一开始说是公寮，后来发觉哇，从侧面看像一个豪宅，哇，延伸这么多，对，然后一开始讲是22坪，后来发觉有200多坪，对不对？旁边的是说，哎呀，我们也一起修缮了，还有什么养鱼池还有什么花园，花木扶疏的。那另外说，他说亲人的，后来发觉是他儿子，对。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就是说，发觉也还有国安单位在那边给他看那个空房子，然后他说这是国安单位自行他们决定，尊重他们决定。那为什么被家察觉说有22个宪兵在里面偷偷摸摸通通都撤退了？你要既然说是要尊重国安单位，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除了显示出一个不诚信的人格还有重要就是怎么样？就是说他这种偏执，这种择恶固执这种不听众人劝的这种性格，完全不太适合做这个国家领导人。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台湾的未来放到这种人手里面没有人能睡得着觉。小事情到他手里面小危机变成什么大灾难。那就跟他今天处理这个赖皮寮的事情一样。最后这一首歌写出来，大家都觉得真的写得太好了。
因为这个写出我们的感觉了，写出我们的心声了。好，来请教翁教授。是，其实就像刚刚两位所说的，这件事情事实上是可以很简单解决的。就一开始的时候说实话就好了，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可是很可惜的，看起来呢，一开始就是主打的是我没有错，主打的是这个我跟矿工站在一起，我的家庭背景多么的可怜，大家应该要用同理心。可是很可惜的是，相对剥夺感很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在过去这8年，究竟是相对清廉，还是勤政爱民，还是说让大家觉得说有贪污腐化的情况，然后再加上其实赖皮寮的事件，事实上作为贵为副总统，你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就算你说在地合法化迟迟都没有处理，事实上作为副总统，尤其是民进党全面执政，要做的事情真的要做很快就可以做了。所以民众会非常清楚的了解，尤其是现在对于民进党没有信心的情况之下，这种相对剥夺感本来要操作跟着我们的所谓的阶级跟矿工阶级，好像要操作同理心，相反的反而倒打一耙，变成大家会觉得，为什么你不说实话？而且你现在反而操作，大家都要好像同情你，可是明明你贵为副总统。另外，刚刚这个介大使说的很有道理。事实上，美国在看赖清德副总统，事实上所谓的依赖论，我们都一直在讲说美国有依赖论。依赖论，大家以为说是因为他讲过务实台独，但是事实上，真的依赖论并不是指务实台独，而是长期观察政治人格。你的政治人格是什么？你的政治人格在这样的事情当中，再次的凸显的是，正面讲会说是择善固执，刚刚介大使说择恶固执，可是反面其实真的就是冥顽不灵，就是告诉你说这件事情前面要撞车了，但是你还是会继续往前走。所以美国是怀疑赖清德的人格，一直以来都有浅层跟深层，浅层的就是大家看到表象的，媒体上面可能对台湾的政治不了解，所以会说他曾经说过务实台独工作者，所以美国会担心，这是表象上面看到的所谓的依赖论。但是深层真正了解台湾政治，而且长期观察赖清德的政治人格的，其实更担心的就是他这个个性特质。过去200多天不进台南市议会，对于美国强调民主政治的国家，其实是看不懂的，其实是觉得很荒谬，怎么会是政治的领导人会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这样的事情对于这个赖清德来说呢，对于美国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是很糟糕的。突然有这个防空警报哦，中国大陆于3点04分发射卫星飞越南部上空，第一次收到这样子的防空警报。我觉得这种就叫做国安界选好，因为大陆经常有在飞越对啊，但是以前都不会说那个弄成警报，对，你看弄成警报呢，还让我们这些来宾呢，好像我们自己没有开什么事，对，没有开静音一样哦。可是问题是那个国家警报声音这么大声，对，干扰到节目，对，所以现在选举倒数4天，我们现在开始会收到这样子，说真的，民进党为了维护政权啊，什么都要赖给对岸的中国大陆，真的无所不用其又来了，又来了。他其实你是不是没有开静音啊？我的静音他没响。对，所以好，这个防空警报、国家警报，你的警报要听一下。你是大使，你必须更警觉一下。对，所以翁老师打断了翁老师，请继续。对，我们刚刚接到这个防空警报，所以我们刚刚其实讲到的，就是说所谓的依赖论，真的有的时候要回过头来自己看看自己的人格特质，尤其是我们说看到现在美国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如果说台海发生危机的话，美国可能现在会希望更加的稳固住中美关系。在这种状况之下，台海不要发生问题，所以才会有11月30号那3位重量级学者写了这篇文章，然后直白的告诉你说，如果你就职要说什么，如果你不冻结台独港湾会是什么。事实上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赖清德要呈现的是，为什么小英总统后来要大家出来背书，强调他会在路上会跟着他们的路线，就是因为赖清德副总统所展现出来的政治人格会让人家担心。那这件事情就再凸显了，他觉得他是对的，他就绝对不会改。问题是，他如果错了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